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您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向你们推荐一本极具震撼力与深刻内涵的书籍《动物庄园》。这本书的作者是乔治·奥威尔，他以其犀利的笔触和对社会现象入木三分的洞察力而闻名于世。奥威尔的一生充满了对社会不公义与专制的抗争，他亲身经历了战争、贫困以及极权主义的种种压迫。这些经历都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动物庄园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以一种看似简单却无比深刻的方式，揭示了权力如何被滥用，人性如何被扭曲的复杂过程。或许你会问，这样一本看似以动物为主角的寓言故事，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让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在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王朝，他的统治者起初打着为了民谋幸福的旗号登上王位，承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逐渐腐蚀了他的初心，他开始变得专制、贪婪，将人民的利益抛诸脑后，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这个故事与《动物庄园》中所描绘的情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动物庄园》则通过动物们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更为生动、触目惊心的画卷。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更是一面反映人类社会现实的镜子。它能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权力的本质、人性的弱点以及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无论你是学生、职场人士，还是对社会现象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这本书都将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思考之门，让你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拥有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更为深刻的理解力。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动物庄园的世界，去探寻其中隐藏的深刻奥秘吧。以动物反抗，打破枷锁的勇气与希望。在动物庄园的开篇，我们看到的是一群生活在曼纳庄园里的动物们，他们长期遭受着人类的剥削与压迫。农场主琼斯先生对动物们施以驱使，动物们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动物们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无比愤怒，在老少校的启发下，他们心中燃起了反抗的火焰。老少校在一次聚会上向动物们阐述了他的思想，他告诉动物们，人类是动物们的唯一真正的敌人，只要摆脱了人类的统治，动物们就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他的演讲激发了动物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一场酝酿已久的反抗风暴即将来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动物们的反抗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当一个群体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且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时，反抗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在动物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公平、正义的原始追求，这是生物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本能反应。同时，老少校的演讲也运用了激励理论，他通过描绘美好的未来愿景，点燃了动物们的希望之火，使他们愿意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从动物们的反抗中汲取力量。当我们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或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时，我们要有勇气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就像动物们在反抗之前，他们首先进行了内部的沟通与动员，让每一个动物都明白反抗的意义和目标。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是我们在追求变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而且，动物们的反抗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力量。即使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只要心中怀有希望，并为之付出努力，就有可能改变现状。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争取个人权益，还是推动社会进步，希望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源泉。书中有一段关于动物们反抗的描写，那天晚上，动物们几乎没有睡觉。庄园里的每一个动物都在为那即将来临的时刻而激动着。他们知道，他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属于动物们的时代。这段话生动地展现了动物们在反抗前夕的激动与期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动物自治，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动物们成功地赶走了农场主琼斯先生，建立起了自己的动物庄园。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尝试着进行自治。在动物自治的初期，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动物们制定了7戒，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体现了动物们对平等、自由、团结等价值观的追求。例如，凡动物一律平等，没有谁应该睡在床上，没有哪只动物应该喝酒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开始逐渐显现。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动物自治的过程反映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动物们在制定7戒时，秉持着一种理想化的理念，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完全平等、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忽略了动物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能力差异以及利益诉求的差异。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这些差异导致了权力的逐渐集中和腐败的滋生。同时，动物自治也涉及到组织行为学中的领导力与决策问题。起初，动物们依靠着共同的信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进行决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缺乏有效的领导机制和监督机制成为了动物自治的一大弊端。在企业管理或社会组织管理中，
我们可以从动物自治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首先，在制定组织目标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现实情况，不能过于理想化。要根据组织成员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则和制度。其次，要建立完善的领导与决策机制。动物们在自治过程中没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导致决策过程混乱。在一个组织中，领导者需要具备良好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还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另外，动物自治的过程也提醒我们，在追求组织目标的过程中，要注重沟通与协调。动物们在面对问题时，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矛盾不断升级。在一个组织中，成员之间的良好沟通是组织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书中描述动物自治初期的情况时写道，在动物们自己管理庄园的头几天里，他们感到无比快乐。他们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这种快乐逐渐被现实的困境所取代。这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3. 拿破仑的崛起，权力腐蚀的悲剧。在动物庄园的发展过程中，猪这一群体逐渐掌握了权力，其中拿破仑更是成为了动物庄园的绝对领导者。拿破仑原本是老少校思想的继承者之一，但随着他权力的不断扩张，他的行为开始发生转变。他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狡猾的手段，排挤掉了其他竞争对手，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开始改变动物庄园的规则，将七戒逐渐修改的对自己有利。例如，他将反动物一律平等修改为反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他还建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队伍，用来镇压那些对他的统治提出异议的动物。拿破仑的崛起是权力腐蚀人性的典型案例。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权力往往会带来一种优越感，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当拿破仑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追求个人的享受和特权，而忽视了动物们的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权力的集中容易导致专制和腐败。拿破仑通过控制信息、操纵舆论等手段，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将动物庄园的资源据为己有，使动物们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组织中，我们要警惕权力的集中和滥用。拿破仑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拥有过多的权力时，就容易产生腐败和不公正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确保权力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同时，拿破仑的崛起也让我们看到了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如果动物们能够对拿破仑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及时发现并制止他的专制行为，那么动物庄园的命运或许会有所不同。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组织，都需要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书中有一段关于拿破仑修改七戒的描写。拿破仑命令把七戒重新写在墙上，动物们惊讶地发现，七戒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凡动物一律平等后面又加上了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段话生动地展现了拿破仑对权力的滥用，以及他对动物们理想的背叛。4. 动物们的困境，理想破灭与挣扎。随着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日益加剧，动物们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动物们原本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幸福的家园，但现实却与他们的理想背道而驰。动物们被迫从事着繁重的劳动，却只能得到微薄的报酬。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而拿破仑及其亲信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享受着动物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动物们的困境是由于资源分配不均和剥削造成的。拿破仑及其亲信们掌握了动物庄园的资源分配权，他们将大部分资源据为己有，导致其他动物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同时，动物们缺乏有效的经济组织和管理方式，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动物们的困境反映了社会阶层分化的现象。在动物庄园中，逐渐形成了以拿破仑为首的统治阶层和以其他动物为主的被统治阶层。这种阶层分化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动物们的困境告诉我们，如果资源分配过于不均，就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政府和社会组织需要采取措施，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同时，动物们的困境也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在书中，动物们的生活困境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动物们从早到晚的劳动着，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困苦，他们常常饿着肚子入睡。而拿破仑及其亲信们却在大吃大喝。这段话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动物们的绝望与无奈，也让我们对专制统治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五拳击手的悲剧，忠诚与愚昧的代价。在动物庄园中，
拳击手是动物们中最忠诚、最勤劳的一员。他始终坚信着拿破仑的领导对动物庄园的未来充满希望。拳击手以他强壮的体魄和顽强的毅力，为动物庄园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即使在生病的时候也不愿意休息。然而，他的忠诚和勤劳并没有换来应有的回报。在一次意外中，拳击手受了重伤，拿破仑却拒绝为他提供治疗，并把他卖给了屠宰场。拳击手的悲剧是忠诚与愚昧的悲剧。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拳击手的忠诚源于他对拿破仑的盲目崇拜和对动物庄园理想的执着追求，但这种忠诚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使他无法认清拿破仑的真面目。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拳击手的悲剧反映了在专制统治下，个人权利被忽视的现象。在动物庄园中，动物们的个人利益被完全置于集体利益之下，而所谓的集体利益实际上是被拿破仑及其亲信们所掌控的。在个人成长和社会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理性的忠诚和适度的怀疑精神。拳击手的例子告诉我们，忠诚并不意味着盲从，我们要对事物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同时，我们也要重视个人权利的维护，不能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书中，拳击手的悲剧结局让人心碎，拳击手被装上了马车，送往屠宰场。动物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却无能为力。这段话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拳击手的绝望，以及专制统治对忠诚者的背叛。6. 动物庄园的结局，反思与启示。最终，动物庄园在拿破仑的统治下，陷入了彻底的混乱和衰落。动物庄园的动物们经历了种种苦难，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曾经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动物庄园，如今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动物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命运，他们意识到自己被拿破仑欺骗了，他们的理想被彻底粉碎了。动物庄园的结局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专制统治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社会的不平等和腐败的滋生，最终引发社会的动荡和衰落。从哲学的角度讲，动物庄园的结局也让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变革的艰巨性。动物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他们的行为和决策都受到了自身人性弱点的制约。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吸取动物庄园的教训，要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确保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制衡。同时，我们也要注重人性的教育和培养，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和理性思维能力。在书中，动物庄园的结局被描写得十分凄惨，动物庄园变成了一座废墟，曾经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动物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困苦和绝望。这段话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专制统治的危害，以及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动物庄园的深入解读，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权力斗争、人性挣扎的世界。这本书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叙事方式，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动物庄园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对权力、人性、社会变革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警惕，警惕权力的腐蚀、人性的弱点以及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同时，它也告诉我们，理想是美好的，但实现理想的道路是曲折的，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我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我们要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思考。让我们以动物庄园为鉴，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美好的社会。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激励大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或许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去阅读《动物庄园》，去思考其中的深刻内涵，去为我们的未来而努力奋斗吧。